这个样子你的甲片延长的硬度才够，后期才不会断裂。好，接着我们来涂抹单色，用笔刷大面积的涂抹，不靠近皮肤的地方就可以像这个样子快速的操作。然后靠近皮肤的地方，我们再稍微慢一点点，用推胶的方式去涂后缘、侧线。靠近皮肤的地方，我们相对来说就是要涂慢一点。然后你涂到左边，手指头转到左边来；涂到右边，手指头转到右边去，才能确保我们所有的细节都涂抹到位了。接着我们把笔刷躺平来，笔刷整个躺平在甲面上，轻轻的由上往下刷匀整个胶体，像这个样子。像这个样子，第一层涂抹的相对均匀了之后，我们去照灯10秒。接着我们去涂抹第二层。老师特地给大家挑了一个透色就是颜色饱和度不要那么高，冰透的感觉。第二层稍微补厚一点点，我们把这个游离圆的这个线给它盖住，让它不要那么明显。好，涂抹均匀之后，指尖我们再带一下，不要有堆胶，也不要有漏白不要有堆胶，也不要有漏白。然后我们去照灯10秒。像这个样子打底的单色做好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老师教大家一个非常快速的操作白色渐变的一个方法。白色渐变基本上就是大家的痛点，这个款式很鲜，但是呢很难操作。那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像这种流动性非常小的、饱和度非常高的彩绘胶，搭配这个样子的小海绵去做一个渐变的操作。首先呢，我们取适量的彩绘胶，不需要太多。取适量的彩绘胶放到调色盘上然后给它这样拉出一个小尖尖，我们不需要用到太多的胶，拉出一个小尖尖。接着我们用海绵的一头这样进行拍的动作，轻拍的动作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海绵是这个样子，少量的附着胶体，它不要很多。接着我们可以把顾客的手指头像这个样子倒过来，从指尖开始轻拍。然后做一个自然的过渡。第一层大概拍到这个样子的一个程度，我们去照灯30秒。照灯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这边再重复取胶，去加深我们渐变的一个饱和度。你看，真的就是很少量不需要太多。然后相对来说，你这个海绵要买这种稍微密实一点的，不要是那种很稀疏、很松散的那种，拍出来颗粒就会比较明显。接着我们再去叠加第二层的层次，颜色淡了，我们可以再取一点点胶第二层做出饱和度，左边右边观察一下，是不是相对均匀的，颜色的饱和度是不是均匀的，不要一边深一边浅。然后颜色的均匀度差不多了之后，我们来正过来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够饱和的地方，确认好渐变做的层次效果 OK 的情况下，我们再去照灯60秒。最后我们涂抹一款超亮耐磨的钻石封层就可以了。首先一样，先大面积的涂抹，靠近皮肤的地方不要涂到。
接着我们用小笔去涂抹三边，尽可能的靠近皮肤，但是不能碰到皮肤啊。注意细节，手指是往下的啊。好，接着我们做一个薄薄的建构，因为刚刚已经找好范围了。封层的建构不要做得太厚，它不是加固。我们倒置一下，调整一下高点。胶自然流平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照灯了。照灯2个60秒，封层一定要照灯2个60秒，它才能后期更加的耐磨，表面更加的光滑。完全固化之后，它的分子排列的结构就会非常的紧密了。好的，封层固化完全了之后，我们再来从侧面看一下，一定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后缘看得见吗？我们的后缘是整个从本甲里面这样延伸出来的一个效果。我们有高点在后缘的1/3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它是什么？不是凸起，它是整个平滑饱满的状态。然后从正面看上去来，它整个甲型也是特别的漂亮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硬度。可以听到它是一个很清脆的声音。我们的胶体一定要做到饱满有硬度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延长后期才不会断裂，然后不会起翘的原因就是我们刻膜一定要做到位。最后延长的持久度我们了解了之后，我们还要看一下封层的持久度。看它是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油性笔画上去了之后，它整个完全收缩了，看得见吗？它是非常耐脏的，轻轻一擦，我们用酒精把它整个是完全擦得很干净的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反光点非常的光亮。再听一下硬度啊，再听一下硬度。我们往下压的时候，它是整个甲面，你看第一指关节都被我们压动了，看得见吗？啊，第一指关节都被我们压动了，它不是甲面变弯的一个状态，这样你的持久度就会非常的好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。